如果我是程毅，2026年1月18号，合约到期那天，公章拿回来，工作室的运营权也捏在自己手里了。我要做的第一个决定，就是接下来演什么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决定有多重要。单飞之后的第一部戏，不是一部戏，是一张名片。是你告诉整个市场，没有欢瑞，我程毅是谁，摆在面前最安全的路是什么？继续古装。琉璃之后，他就是古偶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莲花楼又证明了他不只会谈恋爱，还能演悬疑。长安24季片酬1200万，优酷年冠，闭着眼往古装赛道一站，数据、流量、粉丝全都稳，但他没有，他接了一个叫地心计划的东西，科幻探险，钻地底的那种。天下霸唱的地底世界改编，优酷 S 加巨制，28集，刘书巧导演，就拍汉城那位。我第一反应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他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？但是等等，我后来仔细想了想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不是他疯了那种不对劲，是这人算的也太精了那种不对劲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想像别的媒体那样告诉你程毅转型了好勇敢，那是废话。我想做的是一层一层包给你看。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媒体没说的是什么？真正的问题在哪？以及这件事对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？4层，咱们一层一层来好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表面故事其实特简单，3句话就讲完了。程毅跟欢瑞8年，合约到期，不续了，自己成立独资工作室，当老板了。单飞后第一部戏，选了个科幻探险剧，完了。这就是大部分营销号告诉你的全部内容。然后加个标题党，顶流转型豪赌，是破局还是扑街？齐活了，但这层信息它缺了太多东西。首先，这个合约的结束本身就不简单。有报道说，欢瑞当时开过条件的，续约10年，外加夜华影视 20% 的股份，甚至还有琉璃2的剧本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欢瑞是真急了。欢瑞这家公司，说白了，近几年的核心资产就是程毅。他一走，股价3天跌了 12%， 市值蒸发超过10个亿，10个亿儿。一个演员走了，一家上市公司就蒸发了10个亿。你细品这个数字，所以程毅不是被放走的，他是选择走的。而且他走之前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永康奇缘影视文化工作室2018年1月就注册了，比他大火还早了2年多。公章一直在，只不过以前运营权可能在公司那边，现在全拿回来了。这个细节其实很多人没注意到。他不是冲动出走，他是布局了很久。好，但这些还是表面上发生了什么。接下来才是有意思的部分。第2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，所有人都在讨论程毅为什么选科幻，但很少有人反过来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他不选科幻，他还能选什么？我们来看数据。2025年的暑期档，全网剧集总播放量同比下滑超过 11%。新华网年底的总结报告直接说了，仙侠剧高期待，强阵容，弱反响。仙剑奇侠传系列为代表的仙侠剧，叙事模式已经被观众总结出了固定套路，演员阵容高度重复，连磕 CP 的粉丝都磕腻了。虎嗅网有篇年终文章标题更直接，长剧2025 3年来最差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去年爱奇艺那篇年度复盘也承认了，他们在为古装剧注入创新元素，目的就是让因审美疲劳而劝退的观众重拾兴奋感。你看，连平台自己都在说审美疲劳这4个字了，所以回到程毅的处境，他要是继续接古装，能接到好项目吗？当然能，他手里现在排着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2京15日英雄志，全是 S 级以上的大项目。但问题是，这些项目撑的是他的基本盘，不是他的天花板。怎么说呢？打个比方吧，你一直在一家公司做销冠，年年第一，但这个行业本身在萎缩。你个人业绩再好，天花板就在那儿。你是选择继续在萎缩的赛道里当第一，还是趁自己还是第一的时候，跳到一个新赛道？程毅选了后者。而且他选的这个赛道，
科幻探险在国产剧领域几乎是一片荒地。你想想，中国有几部拿得出手的科幻探险剧？三体算科幻，但不算探险；盗墓系列算探险，但不算科幻。两样都沾的。我想了想，还真没几个能打的。这就是所谓的蓝海。红海里卷生卷死，蓝海里谁先占坑，谁就可能定义规则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媒体很少提到的，他在这部剧上的投入方式。有知情人爆料说，诚意把地心计划的片酬拆成了3份，一份不要现金，换成了票房分红，或者说是播出分红；一份自己掏腰包砸进了后期的物理特效模型里；第3份给自己买了份全球洞穴潜水保险。这部分我要说清楚，这个消息我目前没找到特别可靠的官方信源，只是圈内流传的说法，所以大家自己判断。但如果是真的，那这个操作的信号非常强烈，他不是接了个戏，他是投了个项目。演员和投资人这2个身份在他身上合一了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得有点多了，拉回来第3层，真正的问题其实诚意选什么剧，表面上是个人选择的问题，但往深了想，真正的问题是一个顶流演员单飞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活。这个行业里单飞的人很多，但单飞之后真正走出新路的，你数数看有几个？大部分人单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接更多的戏，更多的综艺，更多的代言，用数量来证明没了公司我也行。但这本质上还是在做同样的事，只是赚钱的方式变了。诚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他在单飞的同一时间变了赛道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的准确一点。他不是完全变了赛道，他是在保留旧赛道的同时，开辟了新赛道。手里的狐妖、两京、英雄志全是古装大项目，这些是他的安全网。地心计划是他扔出去的一根探针安全网，兜住底线，探针试探天花板。2手牌同时打。如果地心计划成了，他就不再只是古偶男主，而是国产探险剧的开创者之一。如果扑了，退回古装圈，照样是顶流，这才是这个决策真正精妙的地方。他赌的不是全压，他赌的是增量，而且你看他选的合作方也很讲究。导演刘书巧这个人我之前不太了解，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。他拍汉城的时候，带着团队在马来西亚扎了132天。你知道132天在海外拍网剧意味着什么吗？那是真金白银往里砸，也是导演对品质的执念。汉城那部剧的特点是什么？镜头脏，节奏狠，不靠滤镜，靠质感。在爱奇艺上评分 9.2， 让这样一个导演来拍诚意，摆明了就一个目的，把他身上那层仙气滤镜给撕了。预告片里那个满脸泥土的镜头不是意外，是宣言。说实话，读到这段信息的时候，我愣了好几秒。因为如果这个组合真的成了，那出来的东西可能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任何一部诚意的剧都不一样，彻底不一样，而且原著地底世界本身的底子也不差。天下霸唱的 IP 虽然比不上鬼吹灯那么有国民度，但这个系列融合了东南亚文明、地心探险、科幻设定，题材的丰富度其实很高。关键是它没被拍烂过，不像盗墓系列已经被翻来覆去拍了多少版了，观众多少有点免疫了。地底世界是一张新牌，好，最后一层，也是我觉得最值得聊的一层，第4层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诚意这个选择，如果只看个人层面，那就是一个演员的职业规划问题，没什么好大书特书的。但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行业的背景里看，它的分量就不一样了。2025年到2026年，中国影视行业正在经历一个拐点，古装仙侠的流量密码开始失灵，暑期档播放量连续下滑，平台都在喊创新。但谁来创新？靠新人，新人没流量；靠老面孔，老面孔演新题材等于自己承担风险。所以你看到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，所有人都知道古装赛道太挤了，但没几个顶流愿意先走出来。因为走出来的代价是什么？是可能失去已经到手的东西。你在仙侠剧里，粉丝保你，
数据保你，平台保你。你去了科幻探险，滤镜没了，美颜没了，弹幕里可能全是好丑。这对一个靠颜值起家的流量明星来说是真实的恐惧，但诚意跨出去了，稍微跑个题。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这2年韩国娱乐圈也在发生类似的事？顶流偶像开始往非传统赛道走，有人去拍独立电影，有人去做音乐剧，有人甚至去了综艺真人秀当素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了，在一个赛道里待太久，不是安全，是温水煮青蛙，诚意这一步可能会成为一个信号。如果地心计划真的爆了，后面那些还在仙侠剧里打转的小生们就会面对一个很尴尬的问题，跟还是不跟？跟的话，地下300米没有滤镜，脸垮一点就被弹幕埋了；不跟的话，仙侠那个池子你也看到了，是越来越挤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这不只是诚意一个人的选择，这是行业拐点的一个缩影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记者问诚意怕不怕虫，他说了4个字，虫也怕他方，这话说得多好。你觉得他在说虫吗？我觉得他在说这个行业。谁都知道他方要来，但大部分人选择假装不知道。他选择先走一步，我可能说错了。也许他就是纯粹想演个新类型，没想那么深。但根据他那个片酬拆3份的操作来看，一个愿意用真金白银对赌自己作品的人，你告诉我他没想过这些？我不信，而且市场已经在给反馈了。优酷海外版预约首日就破了100万，底下评论80%都是非华语观众在说就想看诚意说普通话拯救世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科幻探险这个类型在海外市场本来就有需求，只不过一直没有一个有流量基础的中国演员来填这个坑。诚意来了好，最后说说我的判断。这期视频聊下来，我的结论是，诚意选地心计划不是脑子一热的冒险，是一次精算过的战略突围。他把古装变成了随时能打的底牌，把科幻变成了可能通吃的王牌。2手都抓，一手保底，一手冲顶。但所有的分析都得在一个前提下才成立，就是成片质量必须过关。科幻探险剧、特效、剧本、节奏，哪一环拉胯都不行。刘书巧导演能把他逼出多少缺氧美学来替代以前的吐血美学？28集的体量能不能撑住不注水？天下霸唱原著里那些虫子、溶洞、地心世界的视觉呈现，预算够不够？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问号。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，就是这部剧的后期特效团队到底是谁？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我的预测是这样的，如果地心计划豆瓣能到7分以上，诚意就赢了。不需要8分9分，7分就够。因为他赌的不是这部剧本身赚多少钱，他赌的是诚意也能演科幻探险这个认知的建立。一旦这个认知成立了，它的商业价值就不再只绑定在古装这一个赛道上，而是成了一个跨类型的演员。跨类型的演员和单赛道的演员在市场上的定价差距是巨大的，但如果低于6分呢？那票房毒药的标签就真的可能贴上了。不过好在它还有古装这个退路，只是到时候再退回去，心态和位置都不一样了。所以最后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是诚意，你会做这个选择吗？放着闭着眼就能赚的古装顶流不当，去钻地底300米，赌一个没人试过的新赛道。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这期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。